印度媒体担忧，中国击落洲际弹道导弹，展示实力，其实就是要废了印度的核威慑武功。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近年来，中国数次发布了自少事儿大的新闻。最近，中国在境内进行了一次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试验，试验达到了预期目的。这种武器被网友戏称为过于先进，不便展示，但是在最近被央视大大方方地展示了出来。在央视播放的视频解说中说，反导本身就是一项难度比较高的军事技术，尤其是中段反导。弹道导弹在飞行中段的高度通常已经达到了1800公里以上，飞行速度达到20马赫，而这时候它们的雷达反射截面积只有0.1平方米。所以拦截的技术难题，首先就是早期预警和跟踪，而要击落中段弹道导弹，往往要采取 KKV 技术。那么什么是 KKV 技术呢？那就是动能撞击弹头，只有中美两国比较成熟。美国从1999年到2019年，总计进行了20余次的陆基中段反导试验，但是成功率只有50%左右。也就是说，一半都失败了，而中国到现在仍然保持着100%的成功率。这说明中国的反导技术，尤其是中段反导技术非常先进，其拦截弹头每次都能够精确地和目标物发生高速对撞。根据公开的报道，中国先后已经进行了6次陆基中段反导拦截试验，均取得了成功，但是每一次试验的进度可完全不同。而最新公布的这一次试验，意味着中国的陆基中段反导系统已经进入到了战备值班状态，具备了拦截中程弹道导弹的能力。那么，针对中国公开的中段反导试验视频，印度的《欧亚时报》被刺激到了，他们认为中国军队可能已经具备了对抗中程弹道导弹和洲际弹道导弹的能力。报道引述五角大楼的报告称，红旗19反导拦截弹已经测试了能够对抗3000公里射程级别的弹道导弹的能力。一个红旗19部队可能已经开始在中国西部进行战略值班。美国甚至怀疑中国已经具有了对抗洲际弹道导弹的能力。此外，中国开发的动能撞击技术已经可以部署在中段拦截器上，这将形成多层导弹防御系统的上层。可以说，中国发展的中段反导技术和末端反导技术已经能够用于防御美国这样的核大国。但是要想防御大规模的核攻击，恐怕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还有一段路要走。当然，美国同样也没有能力防御中国的洲际弹道导弹的打击。那么，中美两国又为何要积极地发展这项技术呢？中国发展红旗19中段反导系统，为何又会让印度感到紧张呢？其实，这项技术完全有能力废掉印度对中国的战略核威慑能力。目前，印度射程最远的导弹是猎猴5，它的最大射程是5000公里。5000公里是个什么概念呢？在中国看来，这就是一款中程弹道导弹，但是印度则把它拔高为洲际导弹。而目前我们的反导系统对付中程弹道导弹可以说把握相当大，在许多方面都超过了美国的萨德系统。美国发展弹道导弹防御技术，过去主要是为了获得对苏联和俄罗斯的战略竞争优势，也就是非对称优势。前苏联也发展过反导技术，但是由于他们的拦截精度比较低，主要是用核武器来防御核武器，也就是说，他们的反导拦截弹上配装的是核弹头。当然，他们现在的技术有进步，拦截精度提高了，但是依然缺乏中美所拥有的动能撞击拦截弹头。在核战略竞争层面，如果一方有导弹防御能力，另一方没有，或者是技术相对落后，那么平衡就被打破了。
核战就有可能发生。对于中国而言，美国有弹道导弹防御技术，中国也一定要有，这是中美战略竞争态势的需要，也是中国避免被美国核炸的需要。当中国获得更稳定的导弹防御技术后，中美之间就会变得更加安全。现在最难受的可能就是像印度这样的国家了，它的弹道导弹技术比较差，也缺少真正的洲际弹道导弹，其突防技术与中美俄三国不在一个层面上。一旦中国获得了成熟的中段反导技术，那么就意味着印度对华核战略威慑的武功就被废掉了，核战争打不得。但是谁也不敢保证别的国家不会发疯，所以我们一定要发展自己的核保护伞。美国有的，我们也要有，甚至要比美国的还要好。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